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又来访华了，好家伙，上任3年多的时间，这已经是第4次往北京跑了。这个频率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走亲戚串门的呢。特别是4月11号这一次啊，那叫一个声势浩大，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表面上看吧，一口一个加强合作、中西友谊，但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西方政客的嘴，你要是信了，那母猪都能排着队上树。美国彭博社这次倒是挺实诚的，直接把桑切斯的底盘掀了个底朝天。报道里说，桑切斯这次来怀里面揣着一份所谓的高质量投资协议草案。这个名字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啊？高质量啊！结果这个草案的核心诉求一层层剥开一看，好家伙，我瞬间就被这帮欧洲政客的厚脸皮给震惊了。人家在草案里委婉的提出，希望中国企业在赴西班牙投资的时候，能够向西班牙的合作伙伴分享更多的技术。听听这个话啊，什么叫分享更多技术？说白了不就是你想来我们西班牙建厂赚钱可以，但是前提是你得把你们压箱底的核心技术通通拿出来。本质上，西班牙这就是要把强制技术转让这6个字堂而皇之的写进中企赴欧投资的交换条件里。这不是来谈合作的，这简直就是来化缘外加明抢的呀！这事一出来，很多人肯定纳闷了，西班牙这到底吃错什么药了？吃相这么难看啊！咱们摸着良心说，西班牙之所以这么急不可耐，完全是被一组冰冷冷的财务报表给逼疯了。去年呢，西班牙对华的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361亿美元。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西班牙辛辛苦苦干了1年啊，这最后算账的时候发现，自己口袋里的钱哗的全流进了中国人的腰包。可反观西班牙呢，他们能往中国卖的是什么？卖火腿儿、卖红酒，还是卖橄榄油啊？拜托，就算中国人天天吃西班牙火腿，拿橄榄油漱口，那也填不满这361亿美元的超级大窟窿啊！这种贸易结构上的绝对劣势让西班牙的高层每天看着账本急的是直揪头发。那怎么办啊？西班牙人脑瓜子一转，想出了一条自以为很聪明的邪路我用欧洲落脚点的身份来换你的技术外溢。他们心里面想你中国车企现在不是被美国打压，被欧盟盯着吗？你现在不是急需要在欧洲找个地方建厂，好避开那些高额关税吗？行，我西班牙敞开大门欢迎你，我给你地，我给你政策，甚至我还可以帮你跟欧洲吵架。但是你不能只来我这边建个皮包公司，或者只建个组装厂，让我们的人给你拧螺丝。我要你的研发中心，我要你的制造工艺，我要你的核心专利，我还要你把整个供应链都搬到我们西班牙来，带动我们本地的产业升级。看到没有？这哪是招商引资呀？这简直就是要把中国几十年攒下来的新能源家底一口气全给连锅端了。他们就是想用一张进入欧洲市场的门票，直接套走咱们的核心技术。其实吧，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神仙逻辑可不是西班牙一家的专利。你放眼望去这几乎是现在整个欧洲对待中国企业的通病。近1年来欧洲多国政府的嘴脸那变得比川剧变脸还要快。他们心里的算盘打得震天响，欢迎中国资本进来投资，因为他们现在经济低迷，缺钱缺就业岗位，需要中国人去帮他们养活那些动不动就要罢工的工人。但是他们骨子里又极其傲慢，觉得如果只给中国企业打工拧螺丝，太伤他们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尊了。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了那种极其无耻的要求不仅要就业，还要技术，还要专利。最好你们中国企业直接把这个大树连根拔起，种到我们欧洲的院子里，那以后结出的果子呢，全归我自己。但是问题是，你们欧洲自己是怎么对待我们中国企业的？咱们看看这帮欧洲政客这1年都干了什么龌龊事。那一边呢是疯狂的推进所谓的对华投资审查，用看贼一样的眼神盯着每一笔来自中国的资金。那另外一边呢，大张旗鼓的讨论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反补贴调查，要把咱们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汽车挡在欧洲大门之外。就在这种组合拳之下，另一边他们居然还有脸笑眯眯的转过头来，对着中国企业说：“
哎呀，亲爱的中国伙伴，把你们的核心技术摊开给我们看看呗，把你们的电池配方分享给我们呗。这已经不是精神分裂了，这简直就是把咱们中国人啊当成可以随意拿捏的3岁小孩了。哎，你们真以为搞这种把戏啊就能让咱们中国企业放心交底吗？中国人可是记仇的。当年华为的5G 技术横扫全球，给欧洲带去了性价比最高、技术最牛的通信网络。哎，结果呢？美国人一声令下，欧洲这帮国家立马跟进。他们以所谓的安全风险为借口，强行把华为从他们的5G 核心网络里给挤了出去。有些欧洲国家啊，宁愿付出高出几倍的成本去买爱立信、诺基亚那些又贵又落后的设备，甚至宁愿把自己已经建好的华为基站给强行拆了，也要跟咱们划清界限啊！当年你们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把我们防得跟防贼一样啊！那今天呢，你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又被咱们按在地上摩擦了，你们呢又换了一副嘴脸，希望中国把更敏感的技术分一部分给你们，人不能这么不要脸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咱们再来看看桑切斯这次的操作啊，这哥们儿吧，显然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现在欧盟内部早就乱成一锅粥，所以他决定玩一把单线突围。在欧盟那个吵吵闹闹的大家庭里西班牙其实一直被视为是对华接触比较鸽派的成员之一，桑切斯更强调平衡和合作。说白了，桑切斯呢就是想当个漏网之鱼，他干脆绕开欧盟那个臃肿低效的集体框架，直接一拍大腿，坐着飞机就跑到北京，要跟咱们谈更深的产业合作。最多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哥们儿这次来中国，还特意安排了一个非常高调的行程，参观小米总部。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一动作这在普通人眼里吧，可能就是一个企业参访。但是这个动作看在美国的眼里，那简直是比针扎还难受，因为这绝对不仅仅是参观那么简单，这就等于是一个西方大国的政府首脑在公开为一家被美国制裁过的中国科技公司站台背书，这就差没直接指着美国人的鼻子说，老子就是要跟中国企业混了，你能拿我怎么办？桑切斯心里面打的算盘很清楚我态度这么好，我这么给你们中国科技企业面子，我甚至不惜冒着得罪美国主子的风险来你们这里那作为回报你们中国是不是应该大方一点，把技术的门对我开得更大一点？可是你凭什么以为只要你给个笑脸，咱们就会把核心交出去他们是不是还活在30年前那个用市场换技术的旧梦里当年吧，咱们中国穷底子薄，那为了发展汽车工业，咱们捏着鼻子跟德国大众合资造桑塔纳。那个时候咱们拿出了庞大的中国市场去换人家一点点可怜的落后技术。但是时代变了现在的中国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任人拿捏的傻白甜了。北京的态度其实早就明明白白的写在政策里了咱们根本用不着跟他们打太极，直接拿法律法规说话。2025年，中国就出台了涉及电动车电池制造的8项技术出口管制要求。这就意味着任何涉及到咱们的电池制造技术想要向海外转移，必须经过国家极其严格的审批，想随便就拿走，门都没有。而不仅如此咱们还围绕着稀土、镓、锗、石墨等战略资源的出口管制，全面收紧了口袋。这可都是造高端货必不可少的工业维生素那以前咱们傻当成白菜价卖给你们，现在不好意思这是战略管控物资。其实呢，这更像是一种极其严厉的警告。在中国的最高决策体系里，许多过去你们眼里的所谓商业技术现在已经上市为国家安全资产。这种级别的国之重器，是你桑切斯跑来北京笑一笑，签一份所谓的投资备忘录就能摆上谈判桌的吗？这玩意儿别说你拿市场来换，你就是拿金山银山来换，咱们也不可能交底这就解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咱们中方当然欢迎中企出海，但在西班牙建厂那是生意，不是慈善对于咱们很多车企来说西班牙的价值顶天了，它也就是一个进入欧洲的落脚点罢了。尤其是现在欧盟对华贸易措施越来越紧，咱们确实需要在欧洲本土有一个可以落地的生产节点，因为只有在当地设厂，才能贴上欧洲制造的标签绕开那些不要脸的关闭税垒，把这个交易成本降下来。所以合作可以谈，工厂可以建，流水线也可以上，我们甚至可以在你们那里开个培训中心，教你们的工人怎么拧螺丝，这些都是给你们的面子。
但是决定我们和欧洲之间代际差距的那部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绝对不可能被写进任何协议里的。所以就算桑切斯这次带走一些成果，大概率也就是一些展示性的东西，比如几份干巴巴的框架协议，一些不痛不痒的本地供应链对接计划。只要一碰到最核心的技术底层，他们就会立刻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南墙。那如果仅仅是中国不给技术，那西班牙可能就咬咬牙也就认了。更让桑切斯头疼的是背后美国的疯狂施压。你们知道美国方面是怎么评价桑切斯这次访华的吗？华盛顿的那些政客直接公开嘲讽西班牙的对华接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毁行为。这词用的有多恶毒这就等于是在指着桑切斯的鼻子骂，你这个蠢货，你跑去跟中国人要饭，你是在自找死路。那当然了，这是美国恐吓小弟的一贯伎俩，但这也精准地戳中了西班牙的残酷现实。他想两边都不得罪，对中国做生意赚大钱，对美国做乖乖听话的盟友。这市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大国竞争一旦开动，是不提供任何全都要的舒适区的。骑墙派最后的下场往往就是被扯得劈叉。桑切斯的频繁访华根本就不等于他手里的筹码变多，恰恰相反，你跑得越勤，越证明你内心的极度虚弱和焦虑你看现在压在西班牙头上的那几座大山天价的贸易逆差，产业的彻底空心化，能源转型的巨大压力，这每一座大山都在疯狂挤压着他们的选择空间。他们现在的状态用滑稽2个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一方面被美国逼着要求脱钩断链，一方面呢根本无法提供同等性价比的替代方案。他们想控制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控制不了成本，想保持傲慢又根本承受不了被时代抛弃的代价。所以呢，咱们最后给桑切斯也给所有抱着同样幻想的西方政客们一句忠告，核心技术的能力它不是谈判桌上筹码。你们愿意开放市场让咱们的汽车进去卖，可以咱们热烈欢迎。你们愿意出地出政策咱们共同建厂带动就业，可以大家互利共赢。但是如果你们痴心妄想，想把咱们几代新能源人攒下的技术当成你们可以随便索要的外交伴手礼，我只能送你们一句话，门儿都没有。